本来以为找个年纪大的男人，他可以懂我，可以疼我，可以照顾我，可以养我。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谈恋爱啊，确实应该找个年纪差不多的，差得多啊，总是有代沟，总是误解你的意思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我被他骗了不止1次2次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的，哪一句话是假的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无论是金钱还是事情，就应该共同分担，共同承受。一有事情啊，就恨彼此，那还叫谈恋爱吗？我觉得自己特别傻，我真的分不清他到底是爱我还是利用我。我们的爱情真假难分啊！看到这样标题的时候，确实还有一些迷惑哈。这有真有假吗？如何来判断这样的真假呢？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周，46岁，来自湖北，做工程的；女嘉宾小张，29岁，来自湖北，是一名医药销售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手里还是那口密码箱，装着是彼此并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啊！你们愿意把这个秘密在这个现场公开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你46岁，你29岁，差17岁。对的。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是的哈。是紧张吗？有点紧张。为什么紧张？因为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，所以有点紧张。我看他就是因为亏心。我们编导给的标题叫“我们的爱情是真是假”，这个问题是你问的吗？是的。啊，你觉得你们的爱情是真还是假？我真的是真假难分。他有时候也对我挺好的，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。那咱们就说说吧。我们在一起差不多有2年多了，大部分都是我在花钱。你比如说我们吃饭呐、逛街呀、然后看电影呐，都是我在花钱。还有时候去旅游也是我在掏钱。他说他手机坏了不好用，我又掏钱给他买新的。再后来的话，他说一个男人得有一块像样的手表。结果我掏了2万多块钱给他买了一块手表。全是你花的是吧？是的。你花的时候愿意吗，姑娘？其实我心里挺不愿意的，因为现在谈恋爱大部分都是男孩子在花钱，如果要我女孩子花钱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不够爱我。但是的话，我当时挺喜欢他的，我又怕他生气。那就是说你花那个钱你还是高兴的啊？但是的话，有一件事我很不满意。他当时在我这里借了4000块钱，说给他的前女友的分手费。我真的很不理解。不是，你是属于有本事的人哈，谈2年恋爱你没出1个子儿，还拿走4000，你可以。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就是说我以前刚换工作不久嘛，做工程的，然后垫付了不少钱，又要还房贷，又要养车啊。然后我不是不愿意为了花钱，确实这个有点紧张。当时我前女友闹分手嘛，她要我分手费1万块钱，然后当时呢也没有钱，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他当我大吵大闹了，搞得我不得安宁。于是呢，我当时手头紧，就找他借了4000块钱。我想这4000块钱我也是会还给你的。还了吗？没有，他欠我的不光是钱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当时怀孕了，因为我想自己年纪也不小了，而且跟他在一起有那么长时间了，好不容易有了个孩子，我也想把他生下来。他也说，当时说要，我一边要上班，一边又要去医院里做各项检查。我当时要他陪我，他总是找各种理由，没有时间。我一个人就很辛苦。当时我接工程嘛，做了个大项目，一直没时间。当时医生说孩子有点不稳，需要保胎，然后我要他拿钱回来，他也没有。这个事情我挺恨他的。确实，当时做工程拿点关系啊，前期也垫付了不少钱也确实手头比较紧我就问一下啊，就是你图什么呀？跟他在一起这么听下来？其实一开始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挺阳光的，第一感觉很好。后来2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慢慢的我也对他付出了真情，也付出了真心。这个孩子怎么样了？后来孩子打了。是你没坚持，还是他要求的，还是客观情况不一样？我怀孕的时候，我总是发现他聊 QQ 聊微信，然后就调着静音，然后晚上聊到深更半夜。你不是工程很忙吗？忙着陪别的。当时那个女孩子呢，她就说有点跟我工程上面聊得比较开心，然后也比较温柔。后来发现她有一些社会关系、客户资源，她说介绍我认识，然后呢我就跟她聊得比较开心，我也怕她误会了，所以说呢就有时候短信不给她看呐，然后也不给她，所以她也产生一种误会。当时我发现她的衬衣上还有女孩子的头发，还有女孩子的口红印。这样的，我解释一下，因为那个女朋友那个有网友了，她说过生日嘛就请我去喝酒，我就喝多了，别人把我送到宾馆里面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你是喝多了吗？你刚刚还说了女朋友，你这就露馅了。
当时我们大吵了一架，我以为他会跟这个女人断绝来往，结果没有想到他居然对我提出了分手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个女的她说，我家里就是盖房子嘛，她说给我些钱盖房子，然后我其实也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，其实我想只是一个假象做给她看的。当时只是一个假象做给他看。当时他说要给一笔钱我盖房子嘛，我想等钱拿到手后再和他和好，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等钱拿到手以后，再跟他和好。对。哎，那个女的为什么给你钱呀？那女的她觉得我也挺阳光的，她说我就是你挺阳光的，哎呀，我看就是不要脸。这姑娘都是戴着墨镜出门，你看。她觉得我这个人是就是那个还是比较有潜力的，就是比较积极向上嘛，事业心比较强，然后说一直有一种比较正的能量，你如果你是正能量，我愿意一辈子做负能量。那个女的跟你说借钱给你，于是你提出来跟她分手。对，那个女孩子条件就是要和他分手，然后就是把钱借给我。打孩子这个事情呢，我解释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经济条件还不是很成熟。我等他有批工程款结下来以后呢，还完房贷了，结了婚再要孩子，我觉得他有点操之过急了。当时孩子都3个月了，是我操之过急吗？我们在一起都快2年了，当时不还是我操之过急吗？你有没有责任心呢？姑娘，说到这儿，我特别想问一句啊，就这你还不离开啊？当时我们确实分手了。可是当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或者在外面受到伤痛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他了。不是你外面能受什么伤啊？这还伤得不够啊？因为我一个人在一个城市。好吧，好没好吧？后来2个月以后，他又回来找我，又回来求我，天天过来接我下班，又来给我送花，又来给我献殷勤，然后又给我买礼物，哄我开心。当时我就原谅他了。当时我也是这样。当时那个女孩子呢，后来那个女孩子借你钱了吗？你都分了手了，你告诉我。对，她找我借了3万块钱，我当时是人家找你借了3万块钱，还是借给你3万块钱呀？他找我借3万块钱，因为他说有意思啊。他给那个女的骗了。他说他那个弟弟动手术嘛，要3万块钱，然后我就没多想就借给他了。结果呢，他就人间蒸发了，找不到了。我后来发现他也是个骗子。这个词用的特好，他也是个骗子，还有谁是个骗子呀？呀！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感情方面呢，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最好的，因为他对我这么多2年来嘛，一直对我还是比较真心的。我当时我以为他真的是回心转意了，我以为他真的彻底跟那个女人断绝了来往，我也以为他是真心实意的要回来跟我过日子。后来他说外面工程上要一笔首付款，需要6万块钱，你给了他？我当时我也是想诚心跟他一起好好过日子，也希望他拿着这6万块钱去投资，然后生意做好了，能够赚到大钱，然后我们能够过上好的日子。借给他了，借给他之后，结果他人间蒸发，就没见到人了，然后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QQ、微信都联系不上了。我就去他家里找他爸妈，他爸妈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就是告诉我他是在深圳的一些朋友关系。后来我就通过这些朋友，我打电话才知道他在深圳带小孩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居然是结过婚，还离了婚，还带着一个孩子的男人，他就这样欺骗了我2年多的感情。为什么不告诉人家？因为当时我也不是很想跟他，我怕跟他说了以后呢，他提出跟我分手，然后呢，我也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说，就是想这么多时间，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说，然后有没有勇气？那你能告诉我说你这6万块钱干嘛去了吗？6万块钱是给小孩子转学去了，然后呢，我想跟他打了借条的，打了借条以后呢，我想这个钱我肯定会还他的。如果你当初你告诉我了，你说你结过婚，离了婚，带着一个孩子，也许当时我凭着我对他的感情，我会原谅他。可是他就不该骗我。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？这姑娘这么给你花钱的时候，你心里不愧疚吗？你怎么忍心花人那么多钱呢？你告诉我。其实我当时就是也做工程压了钱，也不是骗他的，当时找他借钱。我想这个钱等我赚了钱，我会还他的。你爱他吗？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他的，因为这么多2年喜欢这个词用的还挺准确的。你爱过他吗？这么多年？反正我觉得他脾气不好。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你不就是喜欢他吗？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表达我这个就是他一直在喜欢我，我觉得对他还是有点愧疚，然后要通过这个栏目呢，然后你是来谢罪的是吧？对。姑娘，问问你，这个男人在你眼里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？就有事无事喜欢献殷勤，但是他其实他心里面就是诚心的要骗我，不仅骗我的钱，
他骗我的人。那你为什么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骗呢？别人也说了，女人在爱情里面智商为零。谁说的？我觉得我当时就因为陷进去了。啊，我就奇怪了，这阳光、正能量、一股清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来吧，各位老师，交给你们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他们两个人的行为模式是蛮相像的，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。在那个短片里边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这个女生说，原以为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可以照顾我、养我。那如果是从这个出发点去找一个男人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是在找爱情，你就是在找一个钱包。其实老师也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我要找个钱包，我就会找个有钱人，我就不会去为他花钱了。但是在一开始你反复提到钱的事情，并且你说过给他买东西你是不高兴的、不愿意的，因为女人不应该给男人买东西。赵川问你为什么你还是要买了，你说你怕他生气。也就是说，你担心如果这个礼物你不买的话，这个男人就会走掉了，你前面的投资就打了水漂。你前面的付出是期待着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回报，同样的行为模式是在这个男生的身上也展现出来。当另外一个女生说我给你钱帮你盖房子，那 OK 我可以把这段结束了，先去开展这个。至于钱拿到手之后是保留这一段呢还是那一段呢，就再做决断，也是以利益为出发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你们俩半斤八两吧，两个人都应该各自去检查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。然后就是女生刚才有讲过说在外面受很多伤，就又想起这个人来。首先第一，这个人已经让你自己的词伤得体无完肤，那外面还能有怎样的伤能比体无完肤更伤呢？你的回答是我一个人在一个城市里边，那这句话里边我听到的是寂寞、孤独，身边一定要有一个活物，也许是一个宠物，可能宠物都会比这个人还好一点，但你需要一个男性的象征。